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一直以来的赛博斗区呢，都是在场景中给双方部署有限的兵力，看他们哪一方能够先把对面打瘫。而今天呢，我就在我们这个熟悉的场景上整了个不一样的小对决，双方将会在达成胜利目标之前都有无限的兵力投入战场。在这里，我所说的胜利目标呢，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德军阵地这边的0号区域，当有超过10名存活着的苏军冲进这个区域的时候，苏联阵营这边就会获得一台超级坦克作为增援，而当有30名，也就是超过一个排的苏军士兵成功的冲入0号区域的话，所有还幸存的德军士兵就会立刻把枪械丢在地上，并且行一个法式军礼。这些胜利条件对德军这边也同样适用。当有超过10名德军士兵冲进苏军需要防守的区域的时候，他们就会刷新这么一台名为1号 F 的怪物战车。这玩意儿的武器虽然比 T28 差了很多，只是2挺机枪，但它拥有恐怖的全向80毫米装甲。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模拟吧。好嘞，因为是无限刷新，所以我就不用像之前那样，因为害怕某个单位被击毁而错过一些精彩的镜头。在这里，我就可以用实况解说的方式来给大家录制了。由于我给双方设定的坦克都是一台火炮车和一台机枪车，所以假如某一方运气好的话，他们可能会刷新出来一堆火炮车，这样就可以对敌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而在我们本场的对决中呢，可以看到苏军的装甲单位在一开局就占据了上风，一台 BT5 甚至都快冲到德军的战壕里了。还好在这里我给双方的阵地上也都部署了一些固定的武器，所以就不会导致他们假如在开局只刷了机枪车的情况下就被直接一波平推。在抵挡住第一波攻势之后呢，这个德军的火炮车也刷新了出来。在这里我给双方设定的都是早期的装备，所以他们的这台火炮车呢，也只是捷克的 35T。很多人从外观上不太能分得清 35T 和 38T 这2台车。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他们的这些负重轮。35T 使用的是8个小负重轮，而 38T 则是4个非常大的负重轮。话归正题，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苏军有一些战士在勇敢地向这个战场中间冲锋，只要他们能够保证有10个人存活在这片区域里，就可以获得 T28 的支援。为了方便大家在对决中识别这个目标区域呢，在这儿我给交战的双方各设定了2个参照物。苏军的士兵只需要迈过这台蓝色的卡车，就会进入他们的目标区域，而德军这边呢，只需要迈过这根被炸到只剩半截的树木，就会抵达他们的目标区域。当然，想要抵达这片区域实际上挺简单的，但这里毕竟是2方交战的战场的正中心，所以在抵达之后如何存活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此，若是想成功的让10个或者是30个士兵在目标区域内存活的话，还是得看这个阵营的整体兵线推进的如何。像这样只有个别士兵往前勇敢的冲锋的话，实际上最后还是得白给。然后由于双方都是无限刷新的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场上的车辆残骸也是越来越多了。估计打到最后呢，这些坦克的残骸会形成一道道的这个钢铁壁垒，然后给士兵提供足够的掩护，让他们往前推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德军士兵在利用这个苏军被击毁的战车作为掩体了。他们成功的让一个班的士兵在目标区域幸存了下来，这就使得他们召唤出了这台超级战车。只不过这玩意儿看上去就不是很聪明的样子，他刚迈过自己家的战壕就被打断了履带，所以他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估计也就是个较为坚固的机枪堡垒了。不过就算是没有这台破车的支援，我感觉这把德军也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赢得胜利。此时粗略的估计一下，跨过这段枯树的士兵已经有超过20多名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视角就主要放在这些苏军身上。我好不容易写了一个投降动作的脚本，如果没有录上可就太糟糕了。在这里我给苏军还安排了一门125滑膛炮，
他在不停地朝这个进攻方的德军发射燃烧瓶。我在此前的视频中做过他所发射的玻璃球一旦破碎，其内部的混合液体就会将目标区域点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战场上到处都是烈焰在燃烧，它妥妥就是一战场气氛的制造工具。然后战斗进行到这儿呢，有一些勇敢的机枪版 T26 成功的将德军士兵给赶了回去。刚刚距离胜利还仅有一步之遥的德军，此时又将要和苏军陷入这个无限的苦战之中了。由于这样的对决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可能会打上很久，所以在这儿我设定了一个超长的延时镜头，它可以让我在10倍速的情况下进行动态画面的录制。在一段快进之后呢，德军似乎又占据了上风，他们马上就要有一个排的士兵冲进苏军的防守区域了。所以这里我们再次将视角给到苏军，看看他们能否有效地执行我写好的这个投降的脚本。眼看到阵地即将失守，苏军这边有2个政委也是非常焦急的亲自操作起了这个马克西姆，但不知道为啥他们打着打着又冲了出去，而镜头再一拉回来呢，原来是他们已经输了，所以最终我还是没能拍到这些士兵举手投降时的场景，属实是有些气人了。在我往期的视频中呢，基本上都是反法西斯阵营必胜的，但在这样的模式下呢，输赢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不过游戏模拟嘛，大家也就是看个乐罢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在现实中都是有着正确3观，能够分得清基础对错的人。最后还是要提一下，这个对决的模板呢已经固定下来了。假如你们想看什么样的单位之间的对决的话，只需要在评论区留言，我将它们稍微替换一下，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完全不同的对决了。最后不要忘了你的3连，你的3连推荐可以让 UP 的视频获得更多的播放量，也可以让 UP 能够更加用心的创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